我的工资不见了，放在哪儿？咋？珍珠，是不是你拿了我的工资？什么？你别装了，那天你是最后一个离开公司的，肯定是你。小白姐，我没有拿你的钱，你不能这么随便诬赖我的。我怎么可能诬赖你？你说我的工资到底在哪？我真的……喂，一大早在这吵什么呀？康总，我的工资被人偷了。什么？我怀疑是珍珠。你说是他偷的，你有证据吗？那天他是最后一个离开公司的。再说，他一直对我有意见，不是他还能有谁啊？对我有意见的是小白姐吧？就算你再不喜欢我，也不能这样诬陷我。就算我再穷，别吵了。小白，你还是先自己仔细找找吧，会不会是你忘了放在哪里？指控别人偷钱是件很严重的事情。康总，我们可以去看监控。你为什么要关灯啊？关灯就是为了偷钱是吗？不是这样的，下了班以后离开办公室是要关灯的呀。现在证据都摆在你面前了，你还有什么可说的？我没有。你到现在还在骗人，明明是有孩子的人了，还骗公司说自己是未婚，你到底哪句话可信啊？我告诉你啊，要不是仗着丁总监对你有私心，你能在公司待到今天吗？你扯丁总监干什么呀？你心里明白。你闭嘴！珍珠，他说的都是真的吗？你有孩子了？珍珠，你不是很爱你们家小琪吗？难道你不愿意承认她的存在？副总，副总，你听，副总，我真的没有拿小白的钱，我真的没有。你说1000遍10000遍都一样，我不管你有没有真的偷人家的钱，可是你骗大家的事情都是真的吧？你有孩子这件事情也是真的吧？我真的不是故意骗大家的，我是因为副总第一次是，所以我不敢说我有小孩，后来就更不知道该怎么开口了。那你的意思是我的错对吗？我不是这个意思，我真是受够你了！你除了会闯祸、会装可怜，你还会做什么？为什么我每次遇到你就没有一件好事呢？珍珠，你已经被开除了，出去，听到了没有？你为什么要帮珍珠顶酒？你为什么丢下我不管？难道在你心里，我就连一个裁缝都不如？因为我喜欢，我喜欢珍珠。你到现在还在骗人，明明是有孩子的人了，还骗公司说自己是未婚，你到底哪句话可信啊？喂，美翠阿姨啊，你今天有空吗？我想去找您，因为最近公司发生了点事，我想找您商量一下。好的。啊，对了，您可以把可风叫上吗？我刚好有点不舒服，我想问问他。啊，谢谢啊。怎么圣诞树这2天都没有消息呢？喂，是张医生吗？我是珍珠。你有什么事啊？又有麻烦了？没有。
你还好吧？我怎么了？哦，你那天不是被副总……我不太好，而且他现在就在我家。哦，你那天晚上就这样丢下我，你也太不讲义气了吧？我之前是怎么帮你的？是啊，你是帮我挺多，我确实不该这么快走的，对不起啊。对不起有什么用？你不是还欠我一顿大餐吗？不如这样吧，你今天下班在公司门口等我。啊？公司门口啊，可能有点不方便。那我去你家那边等你吧。今天晚上我有事儿。喂，是你主动打过来的，你现在理由又那么多，你到底什么意思呢？要不我明天晚点去医院找你吧。啊，明天晚上8点，8点我在医院门口等你。这一期你一定要来，不准有任何其他的事情，也不准一来就走。不会不会，我一定准时到。跑喽，我们跑哟，我们到沙滩玩去喽。珍珠啊，你怎么没上班啊？怎么了？出什么事儿了？奶奶，我被开除了。被开除了？小琪啊，去，到沙滩上玩去啊！哎，怎么会开除呢？不是干得好好的吗？我总闯祸，跟同事处的也不好，还把客户的视频给弄坏了。昨天同事丢了钱，也怀疑是我拿的。不像话！我的珍珠怎么可能偷东西呢？明儿个我去跟他们评理。奶奶，没用的，因为我隐瞒了小琪的事儿，他们就觉得我是一个谎话连篇的人。就算我说我没偷，他们不会信的。你有小琪这个事儿啊，你没跟人家说是不是啊？因为我们副总说不能要结婚有孩子的人，我当然不敢说。奶奶，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。我不能离开思安，思安是我的梦想，而且我只有留在思安，才可以让小琪有一个名副其实的设计师妈妈。再说，我还预支了工资，这不是骗人家的钱吗？奶奶，我真的不甘心，为什么我总遇到这种事儿？为什么我的运气总是这么差？为什么我做所有的努力，到最后都是一场空？别瞎说，这世上哪有这么没道理的事儿啊？我告诉你啊，不管做任何事情，一定要有坚强的毅力。哎，你说说啊，当初奶奶为什么会在市场上站到最好的位置？是我用我的毅力撑过了所有的难关，让市场的人都知道，那个摊位就是我的位置。一年365天啊，不管刮风下雨，从白天到黑夜，不管出现任何困难，
或是遇到任何情况，我都坚持不离开这个摊位。如果我不能在这个摊位上做生意，我跟我的孙女就要饿死。所以，我绝对不会离开这个摊位。你说说，你有像我这么拼命吗？在你决定放弃这以前，你去找过你们老板吗？没有，是不是啊？既然没有，干嘛垂头丧气的？我告诉你啊，不管做错还是没做错什么事，一定要坚强。你现在不光是你，你还有小琪，你是小琪的妈妈，你一定要坚强起来，你才能保护自己的孩子，是不是呀？奶奶，我知道了，我会打起精神，加油努力的。我相信你一定能做到的。珍珠，婶婶，珍珠，这个时间干嘛在家里啊？不上班吗？啊，今天你休息啊？婶婶你也休息啊？啊，是，康院长给我放假了。康院长人真好。那行，你们说啊，我去看孩子去啊。嗯。哎，你去给康院长送腌菜了？啊？怎么了？没什么，他有没说什么？没说什么。啊，那好，那好，那行，你姐俩聊，我做饭去了。姐，我在报纸上看到高然大哥破获地沟油的报道了，他可真厉害哎！在报纸上啊？他吹牛更厉害。走了，回家吃饭。帮忙做饭去，快！他真的很厉害。谢谢。说吧。是这样的，员工小白他工资不见了，他怀疑是珍珠拿的。一开始我们都不愿意相信，所以就把当天的监控给调出来了。看到什么吗？那天确实是珍珠最后一个走的，他把灯关了以后就漆黑一片。那发生什么了，就真的不好说了。那所以说现在是怀疑嘛，对吧？确实是没有证据，可是什么？怀疑的阶段，而且又没有任何的证据，你就把他给开除了？阿姨，本来我也不想为了这一点小事找你，可是我觉得为了公司的利益是必须的。珍珠，她除了这件事，还有别的事，你是不知道的。还有事啊？他不就是那样糊里糊涂的吗？他不仅仅是糊里糊涂，他还填了虚假的资料。阿姨，你知道吗？原来他有孩子了。他有孩子？对，可是他明明在资料上填的就是未婚。如果说他有孩子的话，那他肯定是结婚了。那肯定啊，孩子都有了，那一定是结婚了吧？他一开始就这样骗我，不管他有没有孩子，他这种行为都是很恶劣的，他是习惯性说谎，我怎么可以纵容他啊？你做得很对，只不过我希望你要在开除任何员工之前，你要先跟我商量一下，好吗？因为我在想，她这么年轻的一个女孩子，身边又带了一个孩子，又要坚持工作，我觉得应该是很不容易的。阿姨，一个说谎的人，有什么好同情的？玲玲啊，你还小啊，很多事情呢，你都会去体会到的，知道吗？我也是按规矩去做事啊。阿姨，那天你不在，珍珠在公司里面做这种事情，那如果我不这样做，其他员工会怎么想呢？
你是不是觉得我过分了？没有，我没有觉得你过分，我只是在想，他这么坚持要这份工作，怎么辛苦他都接受，所以肯定他家里的环境一定过得不好。阿姨，你也不能用感情来经营一家公司，对吧？而且现在员工们都在传他跟总监的关系，有些……丁亚明，他跟丁亚明？哎呀，虽然只是一个传闻，可是员工跟总监之间有暧昧这种传闻，毕竟对公司很不好吧？依我看，他所做的事情没有不可能吧？天哪！谢谢你，谢谢你告诉我这些。我确实要好好关心一下员工了。早，嫂子，来吃早饭吧。又吃这些啊？我们都习惯了。哎，今天让你们尝尝我做的早餐吧。嫂子，这么多水果要做什么？做果汁啊。早上喝果汁对肠胃特别好。珍珠，帮我把豆皮从冰箱里拿出来。方然，去帮我把豆芽洗一洗，谢谢。还让我做点什么不？不用了，放这儿好了。妈，我去上班了。你怎么又不吃早餐去上班呢？我没食欲啊。不行不行不行，乖，坐下，坐下来啊。啊，我一个人吃不完，丢了也浪费。你看看，你看看，你还记不记得这个蛤蜊豆腐汤？就是那个珍珠啊，第一次来我们家的时候做给我们吃的，记得吗？那又怎么样？没有，昨天晚上呢，我真的是一夜都没睡，然后起来就叫阿姨煮了这个汤给我喝。你好好的干嘛睡不着？我也不知道哎，心里头特烦。你知道吗，小蜜蜂？原来珍珠她有一个儿子的。天哪，他看起来只有20几岁，怎么可能会有一个这么大的儿子了呢？简直不敢相信。
我吃不下。吃不下，吃不下算了，反正阿姨做的也没有珍珠好吃。那你吃面包喽。你知道吗？玲玲的意思呢，就是说，她感觉被珍珠骗了，刚好呢又碰到了公司调钱的事情，所以她就把她给开除了。但是你想想，玲玲她是副总，我总不好把她开除的人又再找回来吧？可是我又在那边一夜都在想，一个女人带着孩子，她肯定家庭负担很重的，的确蛮可怜的，你说是吧？妈，你公司的事情跟我说干嘛？我就是跟你商量一下嘛，我就知道你不爱听，不爱听就算了，这每次都是这样子。不对哦，我想想看啊，他跟我预支了3个月的工资，而他在我们公司只做了2个月，不可以，反正怎么样，我觉得都不可以让他离开呀。再说，我觉得玲玲什么都好，她就是太不通人情了。我确实觉得珍珠蛮可怜的。妈，我吃饱了，我去上班了。那你把面包带到公司去吃嘛？不用了。面包你带，我就说你嘞，这跟玲玲根本就是一对，2个都不通人情，说翻脸就翻脸。是我吃。爸，这是嫂子鲜榨的蔬果汁，特意为我们准备的。爸妈赶紧尝尝，这个对降血脂特别好。好，尝。老婆榨的果汁，100%有用。味道挺怪的。啊，我们是没喝过，习惯了就好，挺好。那这个芽菜卷呢，就是这样包起来的，多方便。特别好吃。我就不明白了，我们家做了10几年这样的早餐，哪里没有营养了？高然，你不懂，嫂子做的早餐营养搭配均衡。嫂子，你以后也多教教我。没问题。其实这个最主要的是简单又方便。我是觉得你平时做早餐的时间太长了，像我们这样要赶着上班的人，匆匆忙忙的状态不好。我们是要用体力来工作的，吃这些草能饱吗？哎，好了，大家习惯吃什么啊，挺好的。赶紧吃吧，吃饱好上班。我觉得挺好喝的。你帮我一起喝。我吃好了。妈，喝口水吧。妈，那我去上班了。再见。哎，琳琳，啊，你脸色不太好。来，有什么事儿，跟妈说说。就是前几天本来约了可风去看首映礼，可最后没有去。怎么会呢？是不是可风太忙了？可能他没有兴趣吧。可是那张票我很难才买到的。这样吧，这几天我去找美慈阿姨说说你们俩的事儿。妈，算了，别说了，有些事情说了也没有用啊。那别太难过了。我走了，你可得准时吃药，注意休息啊。我知道了。妈，那我们先走啦。不要跟他说。知道。走了，拜拜。快去吧。哎，对了，今天下午透析你可得准时到啊。我已经预约了。走吧，爸。哎，我女儿，你怎么这么高兴事？
也好，我要在洗衣店上班的话，就能自己挣钱把欠的钱还了。老板您好，请问您这儿招人吗？是啊，你会熨衣服吗？啊，我会，我还会改衣服、做衣服，我干活很快的。哦，我们这儿这2天正好缺人手，活也挺多的，工资呢不会比别的店给的少。原来帮我们熨衣服那个小姑娘啊，有事儿刚走，你要是愿意就来试试吧。我愿意，那我什么时候可以来工作？要是有时间，现在就行啊。好。不好意思。喂，阿美，什么事儿啊？好，好，好，我回公司再说。不好意思啊，我有点事儿，处理完马上就可以来工作了。谢谢你啊。借着。你带真好，要是你不在，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办了。没事儿，我从小就胆大。虽然我现在不在这儿工作了，但是你以后要是有事儿，随时打给我。给。我跟你说个事儿，我一个朋友啊在卖家工作，听说他们那里在招设计师助理，要不要去试试？真的吗？那太好了。我觉得卖家虽然不大，但是是一家新公司，肯定需要人的。而且你以前在Swan工作过，经验丰富，一定可以。真的吗？谢谢你了，阿美。客气。你去忙吧。你有没有发觉啊？这2天玲玲好像话比较少了一点。我也是看琳琳的脸色不好，问了她才告诉我，前天他们准备去看首映式，结果因为你们家的可风当时有事儿，没去成。这个小蜜蜂也真是的，有什么大不了的事吗？非得那天做？明明知道首映票是最难买的，对吧？是啊，琳琳排了很久的。她呀，事后嘴上说不在乎，但是不让我告诉他爸，怕他爸给可风压力。我们家里面还是处处在替可风着想。每次我在想，我们有没有办法帮帮这2个孩子呢？我真的觉得他们俩挺合适的，希望他们能在一起。还有啊，以后有什么事儿你一定要记得给我打电话，你知道吗？谢谢你，阿美。今天不能一起吃饭了，我下午要去透析。你看多可惜。那我就不送你了。留步，小心，小心。哎，你留步。再见。珍珠，你在这里干什么？陆总，我只是想来帮帮忙。不用了，你已经不是我们公司的人，请你放下你手上的东西，马上离开。我知道我被开除了，可是我预支了公司3个月的工资，我想帮帮忙，我不想当一个欠钱不还的人。你马上给我滚出去！你以为这里是什么地方？你想来就来啊？你这个人怎么连最基本的道理常识都不懂？我跟你说最后一遍，你已经被开除了。你是不是要我找人来把你拉出去啊？你今天怎么这么不可理喻，非要赖在这里呢？我会走的。我知道我犯了很多错，就像副总说的，公司不可能再继续留像我这样的人。但是我还是要谢谢你，还有老板，这段时间对我的照顾和帮助。本来是想帮忙的，没想到，那我就不打扰了，我先走了。
喂，麦姐，哎，你好，你好，我是琳琳。对，好久不见。哦，我没什么事，我就是听说你们公司最近有招聘是吗？啊，对，因为我们公司最近开除了一位员工，他叫珍珠。那个人在我们公司，他有一些违规情况，还蛮严重的，而且他还有偷窃其他员工工资的行为。对呀，对，哎，那麦姐，那你注意一下。要不明天我晚点去医院找你吧。师兄，不开会了？开啊，当然开。仿佛做着梦，难免总会冲动，想要说出来，让别人都懂。残酷的现实里寡不敌众，不再伸手触碰。我的梦，热闹人群中，我学会一个人相拥。再美的天空，也不是1107的病人怎么样1107的病人呢，我们已经做了初步的。秋后的梧桐，总会有真心人动容。张医生。啊，你们好。你来干嘛？哎，我们不是约好晚上？这里是医生的办公室，只有医护人员可以进来。你是不是生气了？对不起啊，昨天没接到你的电话，可是我一回家就回给你了，你没接，后来再忙就没有打了。你是因为这个不高兴了吗？你没有看见我在忙吗？可我们不是说好今天请你吃饭吗？你没有听见我们在讨论事情吗？我请你出去好不好？我请你出去。对不起，打扰了。师兄，关于107，休息10分钟。珍珠，你手机为什么不开？不是你让我走的吗？干嘛又找我？你是不是有小孩了？都当妈妈的人了，还装出一副天真无辜的样子，可说的话全是谎言。结婚了你不说，生小孩了你不说。就连教你蛤蜊豆腐汤的不是你妈妈，是你婆婆，你也不说。怎么了？变哑了吗？我之前不是说什么你都可以顶回来吗？现在为什么不说话了？你说话啊！你干嘛那么生气啊？你说的这些事都是我的私事，
我跟你什么关系啊？我干嘛要跟你说这些？你真的不知道我为什么生气吗？你真的不知道我为什么一天到晚往你店里去？为什么我一个好好的人，一见到你就跟神经病一样？为什么我就连醉得不省人事，还是想要见到你？为什么我都这样了，你还是不知道我喜欢你呢？你说什么呢？你干哥就是你老公吧？你有什么资格问这个？你怎么做人老公的？你老婆在外面到处骗人，你都不知道？什么都不知道就别瞎说。我告诉你，珍珠老公是我兄弟，在小七还没有出生之前已经不在了，你听得懂吗？珍珠虽然是单亲妈妈，可我会替我兄弟保护她，她不需要任何的同情，更轮不到你在她面前撒野。听明白了吗？如果听明白就可以走了。听得懂我说的话吗？可以走了。你怎么能让一个男的跑到婆家说喜欢你？这话要是被邻居听到了，把爸妈的面子往哪放？我没有。我说错了吗？一个巴掌拍不响。如果你一开始就划清界限，或者是立刻拒绝的话，他怎么可能会说出刚刚那一大段话？以他的条件追求你，你敢说自己没有动心吗？在你眼里，我原来是这样的人。是，你就是这样的人。以后所有的事情都随便你，你想做什么，想和谁在一起，全部随便你，反正通通和我没关系。你知道吗？喜欢你的人都是白痴。珍珠老公是我兄弟，在小七还没有出生之前已经不在了，你听得懂吗？珍珠虽然是单亲妈妈，可我会替我兄弟保护她，她不需要任何的同情，更轮不到你在她面前撒野。你真的不知道我为什么一天到晚往你店里去？为什么我一个好好的人，一见到你就跟神经病一样？为什么就连我醉得不省人事，都还是想要见到你？相机啊，准备好了。你这伤得很严重，你不擦药的话会感染的。自己来又自己来，你们公司只有你这一个员工吗？为什么总是你在收拾残局啊？为了考虑到你的水平呢，我昨天晚上花了一个晚上帮你做了一个动态教程。你现在只要很简单的打开我那个教程之后，一切的步骤就一目了然。我是个医生，很忙很忙的医生，我的时间只可以分给最重要的人。为什么我都这样了，你还是不知道我喜欢你呢？那个张医生是来看秀的，他知道我赶时间要帮大哥拿喜帖，就愿意载我一程。我相信你自己说过的话应该记得。你说过你不会离开这个家。珍珠，奶奶，怎么，公司的事还是不太顺啊？
辛辛苦苦的把我养大，到现在还让你操心，也没让你过上好日子，真没用。怎么会没用呢？等我的珍珠当上设计师，奶奶就有好日子过喽。妈，成为设计师肯定要让你失望了。今天才发现，真的是一个糟糕的人，糟糕的妈妈，糟糕的媳妇，糟糕的孙女。怎么了？今儿怎么净说丧气话呀？我一直都觉得自己挺勇敢的，可是越勇敢越出错，我现在都勇敢不起来了。抬起头来，抬头看着我。你想想看，奶奶做了20几年饭团嘛，难道还没看懂什么事儿？你说说，为什么便宜的生米做成饭团，价钱就可以卖出比它高好几倍呢？因为奶奶手艺好。不对，因为生米忍受了用水洗、用手搓，还要熬过蒸笼里边的高温，才能变成饭团上市场，受到顾客的欢迎啊！奶奶，你是不是想让我像生米变成饭团一样？是啊，其实人生啊，就像生米一样，总会遇到很多辛苦事儿。如果你现在放弃了，那就像，蒸笼里熬不住高温的饭团变成家生饭，既不好吃也卖不出去，他永远都不知道自己比那个生米值钱的多。难道你想这样过一辈子？孩子，你记住了，不管黑夜有多长，天总会亮。所以你根本不用管你们原来那个公司要你不要你，只要你把你的手艺养好了，去哪家公司都一样可以出人头地的。奶奶，知道了，我只要有好的手艺，足够的经验，就算别人知道我是小七的妈妈，就不会介意了。是啊，咱们的法律什么时候说了？设计师不能要我当妈妈的。奶奶说的对，所以啊，奶奶你一定要健健康康的，活得很久很久，这样就可以亲眼看到我当设计师了。你放心，奶奶现在骂起人来还是很有力气的。在小琪上大学之前，在你当设计师之前，奶奶是永远不会闭上眼睛的。奶奶，我会把眼睛睁得大大的。哎，Nancy，你看一下，是这个效果吗？嗯，好。好。好。哎，总监回来了。啊。怎么样？伦敦天气不错吧？天天在下雨。总监累不累？要不要帮您泡杯咖啡？不用了。珍珠呢？怎么不在？去哪里了？哦，她被开除了。为什么？谁让他手脚不干净的？阿梅，赶紧把那2个新款拿过来，快快快！啊，对，包给我。这李太太太难伺候了，我真受不了了。又不行，不行不行，这两天。OK， 雪莉，哎，怎么了？老板，这李太太真的太难伺候了，都试了一大堆衣服了，她都不满意，她非要那个珍珠帮她搭配。
实在没办法了。人呢？人去哪儿了？哎，来了来了！一件都不行吗？宝贝，对不起，我们真的尽力了。你们这是什么服务啊？拿的衣服这么难看。亚明，好，张总，回来了，跟我到办公室来一趟。好，谢谢。亚明，这次行程一切顺利吗？除了原定的采购谈判，我还抽空去了一些独立的设计师工作室，很有启发性。对于明年设计的思路，我已经有了一些初步的构想。回头我整理好报告再给你看。太好了。亚明，我告诉你，如果说你有任何的需要，随时开口，公司全力配合。我需要人手。好啊，如果说助理不够的话，我们重新再招聘一些，全部都是给你使用。人数不用多，关键是人要踏实、勤恳。上次提的那个小白，我必须要说，我不太满意。那么你心目中有没有自己的想要的人选呢？我觉得珍珠更适合做我的助理。珍珠？嗯。可是他已经给公司开除了。你是说小白丢钱的事？嗯。因为玲玲她查过这个事情，珍珠她的嫌疑是最大的。那段监控我看过，一片黑。什么也看不见，根本就缺少证据。不能因为珍珠是最后离开，就栽赃到他头上。公司不想把事情闹大了，所以说呢就没有再继续的查下去。我觉得这样做对他不公平。但是你知道吗？他不诚实，他隐瞒了他自己真实的情况。你是说他已婚还有孩子的事？你怎么都知道啊？他跟我解释过，当初康总在他入职的时候跟他说过了，4万的员工不能因为家里的事而耽误。如果要结婚生孩子的话，就不要在这里工作。他因为害怕被辞退，所以一直隐瞒自己的情况。天哪，他就是为了这句话呀？那他也太傻了吧！我觉得她是个寡妇，还带着孩子。确实很需要这份工作。她是个寡妇啊！她这么年轻，怎么还带个孩子？我明白了，我明白了。所以，但是现在怎么办呢？行政部门已经把通知都贴出去了。你为什么会对珍珠这么的关心？现在啊，想做设计的人很多，课程理论都可以学，但是天赋和认真却学不来。珍珠正好都有，我就想培养一下而已。而且，我觉得她在这方面很有潜力，对公司的将来一定很有帮助。只是这样子？还能怎么样？没有。好的，我会仔细考虑一下你的要求。好，那我回去工作了。文言，那个老板在吗？珍珠，你不是
我是来还钱的。哦，你等一下。哦，喂，张总，珍珠现在在楼下。她说是找您来还钱的。是，知道了。张总在办公室等你。谢谢啊。进来。珍珠，有什么事吗？老板，我是来还钱的。之前跟您预支了3个月的工资，没有及时还给您。不过我现在在洗衣店找到了一份工作，这是1个月的工资，不能一次还清。但是我每个月发了工资，都会来按时还给您的。你现在一个人还带着孩子，很不容易的。再说家里面也等着急用，这笔钱你拿着。不，这个钱您一定要收下。我再穷也不能欠债，要不越欠越多，一辈子都还不清了。还有，谢谢老板能给我进入4万工作的机会，我在这里学到了很多东西，谢谢你。那我先走了，谢谢。喂，你好。珍珠，等一等，电话，张总找你的。喂，张总。你今天忙吗？还行。那你还愿意去帮 VIP 的忙吗？上次那位李太太非常喜欢你帮她服务。好啊，我当然可以啊。那好，可是你千万不要认为这样子我就是让你回公司喽。我知道。那么呢，李太太的衣服呢，我已经放在门市部门了，然后你去帮她拿过来送给她就行了。哎，放心吧，包在我身上。请进。老板，珍珠，我送完衣服了。怎么样？李太太怎么说？她说她挺满意的，老板给她选的衣服她都很喜欢。你知道吗？这位李太太啊，是出了名的难搞，只要稍有不满意，她会把那个店员骂得头破血流的。所以我很想知道你是怎么样能够做到的。我呀，我也不知道，可能是上次给她改过衣服吧。你帮她改衣服？她有一件衣服是她先生送给她的，对她来说很重要，但是现在穿着腰身又不合适，我就帮她改了改。那肯定，你帮她改的，她很满意。听丁老师说，李太太打电话来说，她终于可以穿给她先生看了。很好，很好。珍珠，那你现在洗衣店正式上班了吗？没有，我也就是暂时去帮忙，他们也是临时缺人手。我真的好奇怪，今天一天了，我的脑子里一直出现你帮我煮的蛤蜊豆腐汤，好想吃哦。今天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时间，可不可以帮我再煮一次？你有事情啊？没事。那到我家去吧。谢谢。你就放心吧，我今天会稍微晚一点回去。爸，再见。来，喝杯水。谢谢老板。坐下。珍珠啊，我真的不知道你怎么可以隐瞒这么久。结婚几年了？6年多了。小孩多大了？5岁。儿子还是女儿？儿子。有时候我这样看着你，我觉得你真的
很不简单。如果不是凭着你这份坚持的话，我觉得一个人真的生活不下去了。啊，对了，老板，这是我这段时间总结的一些，服装搭配还有设计思路，您看看。公司不是正在筹备下一季度的设计了吗？然后我自己就琢磨着瞎画了画，您看看我有没有进步？我喜欢这个腰线的设计。坐下。对了，珍珠啊，如果说公司同意的话，你还愿意再回来公司吗？回来？你说4万吗？我愿意啊，我当然愿意。我还想继续跟着亚明老师学习呢。其实，公司这一次开除你确实比较草率一点，因为没有任何的证据嘛，对吧？还有就是总监不断的在我耳边说，一直希望你能够回来帮他的忙。老板，我一定会好好工作的，谢谢老板。但是哦，我觉得你一开始就隐瞒小孩子的事情，当然在外面找工作是比较容易一点，但是到了最后，人家还是会知道你在撒谎的。老板，我真的不是故意隐瞒不说的，我是因为听到副总说，副总，你什么意思啊？你的意思是，你被公司开除是我的错，对吗？不，我真的不是这个意思。我当时是自己信心不足，担心不符合公司的规定，所以我才……所以你就大老远跑到张总家来，是来求张总让你回公司的吗？不是，那倒不是的。今天是我让珍珠来这里，我跟她谈点事情，顺便她煮我最爱喝的汤给我喝。那张总、副总，你们先聊，我去厨房了。美慈阿姨，我不管用什么理由，这样的员工有了说谎的先例，留在公司始终对公司不利吧？而且她说过1次谎，肯定就会有第100次。她是个有老公的人了。她老公死了，她带孩子住在伯家，跟寄人篱下没有什么区别。她不过是想要靠自己的力量给孩子更好的未来。你不想帮她一把就算了，没必要说的那么难听吧？我真的不是故意的，医生，对不起。我很忙，我现在就要去院商，我还有医学会议要参加呢。对不起，医生，你就原谅我这一次吧。医生，我家里还有小孩要照顾，每天还要买菜、洗衣、做饭，而且工作也是刚刚才找到的。你有小孩要照顾，你要洗碗做饭，关我什么事啊？你撞到人就应该负责的。怎么，说不出来，掰不下去了？你掰不下去就在里乖乖的等着，验伤单很快就过来了。你不要想多想。你手机为什么不开？不是你让我走的吗？干嘛又找我？你是不是有小孩了？都当妈妈了，还装出一副天真无辜的样子，可说的话全是谎。结婚了你不说，生小孩你不说，就连教你蛤蜊豆腐汤的不是你妈妈，是你婆婆，你也不说。你干嘛那么生气啊？你说的这些事，
都是我的私事，跟你什么关系啊？我干嘛要跟你说这些？什么都不知道就别瞎说。珍珠老公是我兄弟，在小七还没有出生之前已经不在了，你听得懂吗？珍珠虽然是单亲妈妈，可我会替我兄弟保护她，她不需要任何的同情，更轮不到你在她面前撒野。帮我看一下这个，看看你有没有什么想法。资料整理得很不错啊，业内值得关注的点都罗列了出来。分析的也很有条理。喏，您看，添加的设计也很有新意啊。这个是吧？你觉得他有才能吗？这谁做的？这个笔记本是珍珠的。我呢就调查过公司偷钱的事情，我们没有任何的证据来证明那个钱是珍珠偷的，我们只是听小白他一面之词。不能说那天晚上他最后一个下班就认定那个钱是他拿的，这样对他来讲是不公平的，而且对他名誉有损，对他的前途也会有受到很大的影响的。公司不可以这么草率来处理这件事情，你知道吗？况且，他隐瞒自己有小孩的事情，我相信他应该是有他自己的苦衷吧。那每一个人都会有他自己的苦衷啊。对呀，所以说当时你这么样的处理事情，我能够理解，是为了工作的效益，你做得对呀。你知道吗？连亚明都说希望他能够回来帮公司的忙。那亚明老师一向都很照顾他，要不然怎么会有我跟您说的那些传闻啊？所以呀，我也因为这个去问了亚明，而亚明呢，他也很坦白地告诉我，他说他是很单纯的，他认为珍珠呢，她是有这方面的潜力，所以特别的重用她。再一方面呢，就觉得她一个女孩子这么年轻，就没有了丈夫，自己带着小孩，一个人生活也不简单呢。所以玲玲，你不觉得她很可怜吗？那既然每次阿姨您都这样决定了，我当然也不会反对啊。太好了，我就知道玲玲你是通情达理的人。阿姨啊，我看这样好了，公司最近有个内部的总监助理竞聘考核，如果他能够通过的话，就让他重新回来设计部，这样公平公正的考试，既可以服众，那也算是给他一个机会吧。既然您和丁总监那么看好他，那我相信他一定能通过吧。非常好。真的，我都没想到，玲玲，还真的亏你想得到哎！我就说嘛，我有了你，真的我可以放120个心。快点进去喝他煮的汤，还不错哎。可风，吃饭啦！快点，菜都凉了。走。哎，珍珠，你去哪呀？老板，你们就先吃吧，我就先回去了。那怎么可以呢？哪有说做完菜就让你回去的？坐下一起吃。坐坐。你坐吧。你自己舀汤喝啊。
你这次做的汤比上一次还要浓味道。那您就多喝点。嗯，玲玲，你试试看。好。哦，对了，其实呢，现在有一件事情，玲玲是想要跟大家说的。还是张总您来说吧。玲玲，这个机会是你给珍珠的，当然应该你来讲了。珍珠，是。你想重回设计部吗？如果你真有这个意愿，而且能够通过竞聘考核的话，我们让你回来。谢谢副总，我一定会努力通过考试的，谢谢。先别歇那么早，你都还没通过考试呢。而且这次的考核不但要考你动手画画之外，还有系统的理论。所以说呢，这次能不能够再回公司，就要看你自己的努力喽。老板，您放心吧，我一定会努力的。谢谢老板，谢谢副总。